剑势强劲，有破石之力，数剑命中7寸，却如以卵击石，毫无效果。巨蟒身上被击中的蛇脸缓缓眨眼，目光死寂，丝毫无损。魏无羡鼓掌道：“不错不错，剑的准头还是有的。魏前辈，他身上这层蛇脸，刀劈斧砍不破，怎么办啊？外部不可攻破的时候怎么办？”魏无羡坐在树梢，翘着一条腿，托腮道：“想想蓝氏书案上那只大雌龟。”蓝景仪险些遭蛇尾扫中，被在一旁略阵的纸傀儡轻巧一踢，堪堪避过。蓝景仪抱怨道：“魏前辈，我们也不能爬到蛇嘴里去杀它。它吞噬了这么多同类，还把它们都转化为护甲，体内必定有大量怨气。可惜我的笛音不能穿破它的护甲。”魏无羡把笛子转得飞起：“你们想办法让它保持张嘴的姿势，我去调动它体内怨气，如何？”好。蓝丝锥从袖中抖出2根琴弦，踏剑而出，在巨蟒扑来的瞬间，琴弦激射翻飞，分别绕过巨蟒的上颚下颚，缠绕数圈。蓝丝锥握住缠绕巨蟒下颚的琴弦，稳稳落地。3名小师弟赶忙上前，帮他一起拽住琴弦，另一根琴弦飞向空中。蓝丝锥大喊：“景仪！”蓝景仪会意，御剑飞掠，拽住了另一根琴弦，两边一起用力，将巨蟒的嘴拉开了一点，然而很快便支持不住，巨蟒疯狂甩头，琴弦两端的小孩都被拽得飞起。突然，蓝景仪感觉手上压力陡然一松，去帮丝锥。蓝忘机单手拽住琴弦，将蓝景仪推向另一面。欧阳子珍也急忙赶到蓝丝锥身边，众人将灵力集中在蓝丝锥手上，蓝丝锥终于稳住身形，双脚牢牢定入泥土之中。而另一侧，蓝忘机稳稳立于一棵枫木之上，单手握弦，无论巨蟒如何挣扎，自是岿然不动。巨蟒尸怪的嘴被拉开到最大，整个头部几乎变形，看来十分可怖。魏无羡踏在碧尘上，飞至巨蟒头部上方，从它的位置透过大张的蛇口，已经可以看清巨蟒的喉部乃至食道。陈情横至唇畔，一阵清朗激越的笛音响起，带着凌厉的红光冲入巨蟒口中。巨蟒发出一声悲鸣，腹部陡然胀大，似乎腹内有什么正在爆裂开来。蛇身上层层叠叠的蛇眼开始闭合，蛇脸逐渐隐去。魏无羡说：“趁现在。”蓝丝锥和蓝景仪反应最快，闻声而动，催剑而起。两柄飞剑带着冰蓝色的灵力，迅疾地刺入巨蟒7寸之处，没至剑柄。巨蟒挣扎了几下，不动了。吓死我了！年纪最小的孩子猛地坐到地上，喘了2口气，似又想起韩光俊还在这里，急忙爬起来整理仪表。还不错。碧尘载着魏无羡缓缓降落，魏无羡挨个揉了揉小辈们的脑袋，指着蛇尾：“只是啊，你们顾头不顾尾，下次排兵布局要考虑得更加周全才好。”众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根琴弦将蛇尾缚住，牢牢定于地上。纸傀儡坐于蛇尾之上，正在轻轻抚摸那根琴弦。难怪刚才蛇头被缚，蛇尾却没有四处甩动攻击他们。蓝忘机轻抚琴弦，弹了一首低缓的旋律，姑苏蓝氏最简单的安魂曲，在他指下如暖泉静静流淌。巨蟒身上的蛇脸完全淡去，点点黑光从蛇身透出，消散在空中。林中树叶开始枯萎掉落，未来这里还要花费许多年才能重新恢复生机。魏无羡抽出随便，沿着蛇的脊椎剖下，挖出一根鲜血淋漓的蛇筋。蓝忘机拿出乾坤袋，让他把蛇筋放入袋中，又掏出丝绢，捧着他的手细细擦净。魏无羡则反手抓住蓝忘机的手，仔细检查他手上是否有琴弦勒痕。刚才还恍若杀神的人，催动巨蟒体内怨气如探囊取物，现在睁着一双含情带露、流光溢彩的桃花眼，默默看着蓝忘机，摩挲着蓝忘机的手指，绵绵软软地说：“韩光俊，那蛇长得真丑，看了恶心，我今年都不想吃蛇肉了。”欧阳子珍忽的就想到了画本上的一句话：“百炼钢成绕指柔。”那便不做了。可是我又馋你上回做的那道蛇羹，配上烤鹿肉，真是香。那便把蛇肉剔出剁碎，让你看不出是蛇。欧阳子珍看着向来面若霜雪、惜字如金的韩光君，独独对着魏无羡温言暖语，突然又分不清谁是百炼钢，谁是绕指柔了。
魏无羡对着蓝忘机灿然一笑，顾盼生辉。欧阳子珍发觉韩光君的眼神一发柔和了，眼中似有粼粼波光摇曳，好羡慕，真的好羡慕啊！这次夜猎总算是有了些谈资。虽然自己只是听从指挥上前去砍了2刀，但好歹也算出了力吧。回去得同清代书院的仙子们好好讲一讲。唉，他也好想谈恋爱啊。魏无羡道：子珍，这儿离你家近吧？叫你家的人来，把这蟒蛇的尸身埋进土里，封土设标，再办一场正式的安魂礼，应该能使这片风灵恢复得快一些。闻言，欧阳子珍踟蹰起来，他诺诺说道：其实这里离我家挺远的。魏无羡先是一愣，随即给了欧阳子珍一个暴力。你小子不是偷偷跑出来的吧？欧阳子珍一缩头，无奈道：也不算偷跑出来啊，上一次夜猎和你们一块儿，家父应允的，只是他前几天便叫我回去了，我不过是晚了几日。臭小子！魏无羡又是一个暴力敲去。那你爹不得急死了？也不会啊，我传了书信了，只不过故意没等他回信，就和你们跑出来了。岂有此理！回头你爹寻不到你，又找来，叔父告我的状，我不管。你带你家的信号烟花没？放一个。欧阳子珍只得从乾坤袋里抖了所有信号烟花出来，翻检一番说：魏前辈，我只带了我家表示危急的信号烟花，这要是放出去，我爹更要急死了。你就没带普通的传讯烟花吗？魏无羡刚抬手，欧阳子珍赶紧护着脑袋躲开，但又自觉理亏，悻悻站回来，把头送到魏无羡手上，让他敲了第3个暴力。我带了莲花坞的传讯烟花。欧阳子珍递出一个紫色的烟花。此处离莲花坞更近，能不能请江氏的人来？别让我爹知道我又跟着多出了一场夜猎，我这就回家去了，今天就回。欧阳家依附于江家，自然也有云梦江氏的传讯烟花。魏无羡回头看了看蓝忘机，蓝忘机微微颔首。魏无羡扯过欧阳子珍手里的紫色烟花，轻抚过烟花上凸起的花瓣，拆开引信，空中迅速升起一朵巨大的9瓣莲。韩光俊，魏公子。江行舟躬身行礼，心情颇为复杂。此地虽不属云梦境内，但距离莲花坞最近的塔哨仅一江之隔。现在2位请了江家来善后，于情于理，应请人去莲花坞休憩片刻。他是否应该开这个口？如果他请了，礼数就周全了，夷陵老祖会找理由推脱，这样最好，大家都好做。但若是夷陵老祖应承了呢？蓝家那几个小辈可都是一副筋疲力尽、急需休整的模样。今年年节时候，宗主在小金宗主的强烈要求下，的确也邀请过2人。2人来了，不冷不热吃了一顿饭，席间都是小金宗主和夷陵老祖在说话，然后便传来各地突现异兽的消息。江宗主带着小金宗主，韩光俊带着夷陵老祖去了不同的方向，原定住2日的计划便泡了汤，各自奔波，直忙到龙头节。既然年节时愿意请人来，那便是没交恶，但也说不上亲厚吧。当年韩光俊和夷陵老祖合集，只有蓝家人观礼，宗主备了贵重厚礼，却是与小金宗主的礼一同送去的。如果擅自请了人入莲花坞，宗主嘴上不会说什么，心里指不定怎么想了。江管事，魏无羡还礼。我们途经此地，斩了这只尸怪，此物吸食地气数年，恐需要做法布阵，才可加快地气恢复。施法得当，此物肉身可入土滋养风灵，骨架、牙齿等若能剩下，俱可炼制成器。这是要把业猎所得转交江家。江管事心想，那自己若是不出言邀请，就真是失礼了。魏无羡继续说道：我新创一阵，此阵源于云梦江氏的9转连环，许能加快地气恢复的进程，阵法要点都在信中啊。说着递过一封信函，江管事接过，见信封上的字迹端正而有清骨，猜是韩光君誊写。既说到信函，倒令他想起一事。年节时，韩光君和夷陵老祖先行一步，宗主和小金宗主随后出发。宗主留了信函，说若是见到夷陵老祖，就把信给他，让他自便。那之后，夷陵老祖并未返回，云梦境内又接连生了其他事端，妖邪天灾，俗物所事，一来二去，他竟把宗主的信函忘记了。宗主当时所说的见到魏无羡便把信交给他，
是指如果当时夷陵老祖返回莲花坞，就把信交给他呢？还是指无论何时见到夷陵老祖，都把信交给他呢？不管怎样，自己既然没有转交信函，就应该把信交还宗主。